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大胆！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你去拿吧。我要吃好吃的点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李太医，中了迷魂散，可会丧失神智。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至于心智是否完全丧失，臣也不敢妄断。不过，臣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，臣不敢善用。你尽管试，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朕都准。臣遵旨。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我这有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骗人，不吃。哼。中堂大人，我这有道门，你从门里钻过去，就能看到了。老爷不要啊！嘿，啊！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。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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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忌惮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通，奴才在。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疯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这是。鳌拜居然中了迷魂散之毒，可查出是谁下的毒？此事已经交给索额图去查办了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鳌拜，未免心太急了些。哦，皇祖母，鳌拜中毒，并非是孙儿下的旨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索额图不是奉旨守卫吗？怎么还会让人得手？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，会不会是鳌拜当初在侍卫中就埋伏了奸细，现在看鳌拜失了势，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，所以就把鳌拜给毒疯了。鳌拜这一疯啊，他手上的情报线可就无处可查了。赠儿，你虽然除了鳌拜，从此大权在握，但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皇祖母请放心，
孙儿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鳌拜已封，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鳌拜，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康熙怀疑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只是鳌拜已封，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又断了。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？鳌拜被一大堆家眷仆从环绕着，外头又有重兵把守，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。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，都没有调查出来鳌拜是怎么中的毒。难道真如李公公所言，是索额图下的毒？因为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，那刑部再怎么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封鳌拜呢？你别忘了，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，当年索尼和鳌拜同为顾命大臣，二人争权夺利10几年，仇怨极深。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滑头，谨小慎微。他虽然很想除掉鳌拜，但他毕竟身负坚守鳌拜的职责，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擅自毒害鳌拜。索额图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？龙小弟啊，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毒封鳌拜呢？我也不清楚。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，鳌拜这棵大树已经完全倒下了，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，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鳌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。这个不太可能。康熙城府极深，既然忍气吞声跟鳌拜谈判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。在这些大事上，还是大师兄分析得透彻。你们说毒封鳌拜的人，会不会跟调包铜匣的人是一个人？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2件事不一定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伙人。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，不仅对康熙和鳌拜了如指掌，也熟悉我们的状况，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和重兵把守的鳌拜府邸。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，是友为何不与我们联手？是敌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？李公公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宣丽嫔娘娘御书房觐见。妾身遵旨。公公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皇上从未在白天宣丽嫔去过御书房，只会让我去御书房笔墨伺候的。诗书姑娘，您说笑了。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可这耳朵还不背。皇上确实是宣丽嫔娘娘觐见。李公公，那您可知道皇上宣丽嫔去御书房所为何事啊？皇上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突然间脸色大变，拍案而起，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，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，然后就命奴才来宣丽嫔娘娘。丽嫔娘娘，随老奴去吧。好。出看看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放心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
宣臣妾过来对弈几局吗？皇上怎么了？婉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简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，输送兵也。婉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他，那这些秘密都将随之掩埋。所以，朕已经决定立即前往山西面见你爹，调查这起劫案。以及你爹举报的贪腐案。皇上要出京？是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逼得那些幕后黑手铤而走险，杀死你爹，甚至在半路行刺朕，朕只能悄悄出宫，微服私访。同时，为了了却你爹的心愿，朕打算带你一起出宫，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。臣妾也要去啊！怎么，你不想见你爹吗？哦不，当然愿意。臣妾当然想去见爹爹，只是这后宫嫔妃出京不合规矩，皇上这样偏爱臣妾，会让宫里其他嫔妃心生不平啊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朕。朕已经打算好了，悄悄地出京，速去速回，随着宫里和朝廷上都不会有人知道。臣妾突闻爹爹遇刺垂危，早已心神大乱，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婉心啊，你先别难过。要是你爹真的有什么不测，那朕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太皇太后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京城之外暗藏着多少危险啊！可皇上他为了速去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，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2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，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皇上呢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
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，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。你那可就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。你呢，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。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我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？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！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就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，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。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书剑命在旦夕，秦要是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。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，不给我？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！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。
得说我。啊，对，这嗯，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2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额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，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！索额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阵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，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哦，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？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，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简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出发。这，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撤。六师傅，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？索额图跟李公公服侍康熙小姐去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太子，机会难得，你看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和康熙是势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索额图现在还带着30个大内高手呢。那30个大内高手，我和太子、倾城3个人足以对付，而你和康熙同乘一车，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，索额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火。让我出手？不行，我下不了那个手。你下不了手也得下。竹哥哥，六师傅，康熙暂时还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，是我之大敌吗？是，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，而不是康熙一人。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，这清廷也会又换一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来做皇帝，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，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。而且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，
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开的局面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完成此次微服出巡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找到铜匣，也就有机会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这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。是啊，六师傅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吗？师傅，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。只有找到铜匣，取出了宝藏，我们才有实力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才能完成大业。六师傅，你别怪薛姐姐嘛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心想着为梅花门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，对吧？师傅，既然你们三个都反对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去听太子的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如果书剑真的被救活了，倾城此去与他相见，万一被他识破，倾城乃是冒名顶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已至此，担心也无用，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不过我觉得，书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未必能瞧出破绽。薛姐姐说的对。哎，朱哥哥，趁着康熙还没回来，你陪我去小河边洗洗手呗。好，走。朱哥哥，快！哇，朱哥哥！啊，朱哥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说服了六师傅，让他不再刺杀龙小弟。我不愿意杀他，是权衡局势，从大局着想。但你呢？你不愿意杀他，只怕无关大局，是出于私心吧？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？不是私心，那就是私情了。环妹，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，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对他的感情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感觉，他就是皇上啊！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，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，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！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吧。嗯。不过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骗了我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亲手杀了他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！